其实，灵族产生灵智之后，可以通过吸收能量，不断的扩大自身的修为，但有极限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就要做出一个选择：耗费所有的能量幻化成人，重新修炼，还是继续保持着原本的形态，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。而那些幻化成人的，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灵族。我们虽然看起来和人族一样，也可以修炼，但我们不过是模拟了人族的身体结构和特征，并不算是真正的人，所以就统称为灵族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修为，而我有的原因。至于我之前是什么，能不能不说呀？这究竟是什么，才会让这老头如此难以启齿？你爸爸成精了？你才爸爸成精了！爸爸还没等吸收日月精华，还没有等到灵气滋养，就他妈风干了好吗？那你到底是个啥？我是草鞋。草鞋？草鞋他妈的都能变成灵族？搞了半天你就是一个破鞋。你这条狗，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草鞋那叫草鞋，不是破鞋。哎，不对，你不对劲儿，你不是灵族，绝对不是。我问你，草算是生命体吗？因为植物是有生命的。虽说鞋子没有生命，可草鞋怎么算？你个破鞋，满口没有一句真话呢。草鞋算是生命体吗？算还是不算呢？难道我真的不是灵族？那是什么？妖族？草妖？我到底是妖还是灵啊？你他妈是110，别纠结这个，是妖还是灵有什么区别吗？还不都得向着人族靠拢？不过，为什么太古仙域之中没听说过还有其他灵族？大黄，妖族有10妖吗？听到陈长安的话，大黄点了点头。这方天地似乎有某种规则，所以没有办法产生了灵族的存在。至于我是偶然之间来到太古仙域的，我原本并不属于太古仙域。因为天地规则的缘故嘛，所以就算是石头拥有了灵智，却没有办法成为灵族。就好比一坨最大的努力，也就是变成一个王八。你从哪里来？怎么没有回去？我来自于缥缈仙域，怎么回去啊？我是无意之中进入到了一个空间裂缝之中，最后出现在了太古仙域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回去。不过这里也挺好，起码魔族没有出现之前，挺平静的。缥缈仙域，空间裂缝，你来这里多久了？很多年了，具体多久我也忘记了。很多年了吗？那应该和凤族离开时候出现的空间裂缝没有关系。好，言归正传，我是为了法则碎片而来，东西真的是我的。你说是你的，那就给你，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不行不行，要不咱们打一架，我赢了你给我，我输了你自己留着，如何？打一架？这小子可不能够用常理来揣测，没准我还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算了，你才是仙皇巅峰，我是仙帝巅峰，和你打架有点欺负人了。老夫我对于喝酒很感兴趣，不如咱们拼酒吧。拼酒？这老头是没有底气能够胜过我，居然想出来了这么一个馊主意。那得喝多少？就咱们这个修为，你觉得拼酒有意义吗？此言差矣，你等着，我让你开开眼界。难道说这老家伙有好东西？随后伸手一挥，从纳戒之中拿出来了几坛，应该是几缸酒。这老头装酒都用这么大的缸吗？这2米高的大缸可是能装不少酒。今天算是便宜你了，这可是我的私人珍藏，平日里我都不舍得喝。啊，私人珍藏？就这？缸是挺大，可不够咱们俩喝吧？你懂个屁呀！我这可不是普通的酒，我这酒叫仙人醉，仙人喝了也会醉。我告诉你，仙帝之下喝不了5碗，就算是我，最多也就是喝个几10碗就承受不住了。别说是这几缸酒，就是1缸，咱们2个也喝不完。怎么样，敢不敢？好，我倒是想要见识见识，这仙人醉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哎，我也参加行不行？还有我也想参加。你们2个一边玩去，我这仙人醉可不是谁都能喝的。陈长安，这一次你可是捡了大便宜了。确实是占便宜了，老头手上的这个仙人醉可绝对不是寻常的东西。这仙人醉进入到体内之后，化作了一股精纯磅礴的能量，在身体之中四处游走。难怪仙帝之下喝不了5碗，这样的灵魂冲击，寻常人根本就抵抗不住。虽说大补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得住的。这究竟是用什么东西酿造而成的酒？这老头手上居然有这么好的东西，
怎么样？没有骗你吧？确实不错。我能都喝了吗？都喝了。你小子要是不怕死，你随便，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全都给我喝了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10万、20万、30万、40万，陈长安喝的是越来越多，酒缸里面的酒也是越来越少。慢点儿，酒大伤身，酒大伤身呐！年轻人可不敢这么喝，要不休息一会儿？咱们还是身体要紧，新人醉虽好，可不能贪杯啊！无妨，这酒不错，有劲儿，爱喝。老头，你刚才可是说了，让我随便，可不能说话不算话。陈长安的话让老头恨不得直接一巴掌抽死自己。嘴贱什么呀？哎呦，这话是能够随随便便说出来的吗？现在可怎么办呢？这么大一缸酒，陈长安居然已经快要喝光了，这他妈得多少碗呢？他就不怕把自己给喝死？哎，大哥，好喝吗？我也想喝。你喝个屁呀！你喝这玩意儿干啥呀？我为啥不能喝？我觉得这东西我喝也有用。啊？一坨喝了也有用？哎，那咱们一起看大哥，我相信大哥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。大哥，别他妈喝了，舒服爽，是不是？继续。留着，我给你留着行不行？别喝了，我真怕你喝死。以后你想喝，你随时来，我随时给你，行不行啊？你觉得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我今天不喝，你明天就得跑，跑得远远的。绝无可能，老夫绝对不是这般言而无信之人，绝对不是。看到老头这一脸认真的表情，陈长安的回答也是很直接，直接将酒缸抱了起来，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。我去，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？你又不是人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慢慢的，老头从郁闷变成了兴奋。海量啊，这他妈太能喝了吧！今天我他妈舍命陪君子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底线究竟在什么地方。我就不信这新人醉还醉不倒你了。你不是能喝吗？那你今天就给我尽情的喝。老前辈，要不你也试试我们的底线在哪里？我们也不错的，不多要，给我们一人来一缸就行了。一缸？你们当真以为我这东西是那么容易就酿造出来的吗？告诉你们，一人一碗，不能再多了。一碗？这他妈够谁喝的？小蚯蚓刚要开口叫嚣，却直接被大黄给拦了下来。闭嘴！一碗就一碗，总比一口喝不到要好。咱们先尝尝味儿。哎呀，老前辈，快点吧，满上满上！大黄他们3个拍打着桌面，已经是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哎呦，爽！果然是好酒。老汉，再来一碗。啊，老汉，连他妈前辈都不叫了。真好喝。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。我他妈今天豁出去了，喝不死他，还喝不死你们几个兔崽子。我让你们乐，喝死你们！一眨眼，5碗酒就已经下肚了。按理说先例之下5碗就是极限了，可没想到大黄他们此时看上去好像是也没有什么影响啊。怪哉怪哉，你们怎么都如此妖孽啊！喝，我让你们喝。最后大黄他们3个各自喝了一缸，这才心满意足地躺在地上。而陈长安这边喝的就更多了。老头看了看自己的库存，嘴唇都在颤抖啊！再喝下去，自己的酒可都要被陈长安给喝没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明明没有多久时间，为什么我感觉好像度过了几百万年一样啊？到极限了？没有，我看你的存货应该不多了，给你留一点。我怕你到时候想不开。堂堂先帝巅峰强者，要是寻了短见，那可不适合。谢谢啊，你人真好。啊？我为什么要谢谢他呀？他他妈把我的酒都喝没了，我还得感谢他。你这仙人醉是如何酿造？为什么会有如此精纯的能量？而且就连灵魂也会受到冲击，增强灵魂强度。秘密，这可是我的看家本事，那能告诉你吗？反正整个太古仙域，只有我能够酿造这仙人醉，明白我的重要性了吧？明白。老头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？陈长安又不是傻子，自然听得出老头这话中有话呀。放心，我不问也不打听，更不会和别人透露关于你的任何消息。你就安安心心的留在这里，当你的小酒馆老板。你喝了这么多，有什么感觉没有？你看他们3个都已经醉倒了，你一点醉意都没有吗？再喝这么多的话，或许会有吧。再喝这么多才会有醉意，变态，大变态！我输了，愿赌服输，
这法则碎片是你的了。不过这东西真的原本就属于你？确实属于我，这一点我并没有说谎。给你吧。你能炼化？可以。那你炼化我看看。现在不行。那你什么时候炼化？告诉我一声，我想要看看。不确定，因为有人偷了我另外2块法则碎片，并且离开了太古仙域，所以如今这一块就是鱼饵。如果我现在炼化的话，恐怕另外2块法则碎片我也没有办法找回来了。我在等对方主动找上门。既然他们对法则碎片有兴趣，应该不会放过得到这一块的机会。听到陈长安的话，老头这才明白为什么陈长安不选择炼化了。离开了太古仙域是飞升上界，还是通过空间裂隙离开的，应该不是飞升上界。空间裂缝？难怪之前我提起空间裂缝的时候，你的反应会有些奇怪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和太古仙域同样级别的世界可不在少数，但是能够通过空间裂缝准确的进入或者离开，说明这2个世界之间必然不会距离得太远，而且危险性极低。否则的话，没有人会愿意冒这个险。以你的实力，应该有办法打开空间裂缝吧？现在还不行，若是能够将修为提升到仙尊境界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但就算我能够打开空间裂缝，也不确定对方去的是什么世界，如何寻找？或许有办法。你确定当真有办法？啊，我们灵族有一种本事，叫做灵隐术，这需要很强的灵魂之力才能够做到。不过我觉得你的灵魂之力一点问题也没有，到时候只要你掌握到对方的气息，再加上灵隐术，应该可以确定对方前往世界的方位。灵魂之力越强，位置越精准。你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。这么大方？不用太感动，我这个人就是如此，看你顺眼，那就帮你一下也没什么问题。况且你这么厉害，以后在这太古仙域，我还要靠你罩着呢。不过这灵隐术不是你们灵族掌握的本领吗？人族也可以学。这不过是我们灵族创造出来，并不是什么种族天赋，所以你当然可以学，而且并不难。好，那就多谢了。老头也不废话，直接将引灵术的使用方法交给了陈长安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吧，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，毕竟对于灵魂之力和个人实力的要求太高了。不过遇见你这种情况就有用多了。你想回缥缈仙域吗？回缥缈仙域？不回去了，我是灵族，无亲无故，在哪儿都是生活，回去又能怎么样呢？太古仙域也不错，就留在这里吧。灵族都是无亲无故的吗？不过仔细想想也对，他原本只是草鞋。不对啊，草鞋不是有2只吗？这么算起来的话，他应该还有一个兄弟才对。你是左脚右脚？啊？什么左脚右脚啊？你不是草鞋产生了灵智吗？那你是左边这只还是右边那只？另一只呢？也产生了灵智了吗？你们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？我不知道。为啥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把你兄弟扔了？我没有兄弟，我就是……难道说我真的有个兄弟？哎，没事，就算是把兄弟给弄丢了也没事。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们灵族既然幻化成人了，不能够繁衍后代吗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虽然我们幻化成人，但只是模仿，并不是真的变成了人族，所以就算能繁衍后代，恐怕也会很困难，不知道应该如何孕育。起码我不知道。算了，这跟我也没啥关系，我就不操心这个了。老头，你这够不够隐蔽啊？看现在这情况，我应该也走不了，不如就在你这里闭关吧。他们3个恐怕也要闭关。你们闭关吧，我帮你们看着。陈青青倒也是痛快啊，直接找到了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，继续一动不动地站着。他这是在干嘛？爱好，个人爱好，不用管。这好吧。这么大方？不用太感动，我这个人就是如此，看你顺眼，那就帮你一下也没什么问题。况且你这么厉害，以后在这太古仙域，我还要靠你罩着呢。不过这灵隐术不是你们灵族掌握的本领吗？人族也可以学。这不过是我们灵族创造出来，并不是什么种族天赋，所以你当然可以学，而且并不难。好，那就多谢了。老头也不废话，直接将引灵术的使用方法交给了陈长安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吧，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，毕竟对于灵魂之力和个人实力的要求太高了。不过遇见你这种情况就有用多了。你想回缥缈仙域吗？回缥缈仙域？不回去了，我是灵族，无亲无故，在哪儿都是生活，回去又能怎么样呢？
太古仙域也不错，就留在这里吧。灵族都是无亲无故的嘛。不过仔细想想也对，他原本只是草鞋。不对啊，草鞋不是有2只吗？这么算起来的话，他应该还有一个兄弟才对。仙帝，我终于重回仙帝境界了。老头，你这酒不错呀，居然让我的修为回到了仙帝5重。仙帝5重，这么快？一缸仙人醉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？而一旁的小蚯蚓呢，居然同样也突破到了仙帝5重。他们究竟都是什么样的怪物？这他妈突破起来就如此简单？别扯淡！我这仙人醉有多大效果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一缸仙人醉不可能让你们修为突破到仙帝5重，你们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其实也不难，就2个字而已。2个字？什么字儿？唯优秀儿。这他妈是2个字啊！这明明是4个字好吗？你们怎么都这么不要脸呢？这话都说得出口？说实话怎么就不能说了？就是这么优秀，你是不是嫉妒啊？我嫉妒你？我嫉妒你一条狗？怎么着？那老子就算是条狗，也比你一个破鞋强。你他妈是不是想干架呀？干就干，你当老子怕你啊？好，老子不发威，你真当我是个棒槌啊？不，你发不发威你都是破鞋。来，干！就在老头和大黄针锋相对的时候，陈长安的气息让他们2个突然愣住了。也出关了？都这么快啊？仙尊5重，我去，你们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？我们才不是玩意儿，你才是。大哥，你看我，你看看我。姨父，我也仙帝5重了。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？是守株待兔，还是主动出击？想要施展灵隐术，需要凤族的气息为引。上一次在凤族，我并没有收集凤族残留的气息。若是想要主动出击的话，怕是要再去一趟凤族。我收集了。你居然收齐了？有备无患，这不，现在就用到了。陈长安随后将法则碎片拿了出来，看到这一幕，老头连忙激动道：“你是想要现在就炼化这法则碎片了吗？”算了，先留着吧，等到另外2块都找齐之后一起炼化。毕竟谁又能保证这一次的主动出击一定会有所收获呢？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。这一次你们就不要跟我一起去了。你们是打算先留在这里，还是去别的地方等我？大哥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吧。老头有好酒，说不定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实力就真的可以帮上你的忙了。那起码不会拖后腿，不是？不过你这一次去要多久啊？你别错过了仙魔秘境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应该用不上太久的时间。不管最后成不成，我都会在仙魔秘境开启之前赶回来。喂，你就把这3个货扔在我这里了？你这不是诚心给我添堵吗？我说，你这臭老头怎么还不知足呢？我们3个陪着你，你就烧高香去吧。那是多少个老头想求都求不到的好事情，跟着你大黄爷混，我保证让你这几年过得快快乐乐的，你就等着乐吧你。等着乐？就这3个货，还他妈能让我乐？开什么玩笑？你们以为你们3个是他妈老头乐呀？你真的放心这3个货留在这里？放心嘛，没事，也就当给老头平淡的生活找找乐子了。也许他会乐在其中也说不定。大哥，啥时候走啊？要不来个送行酒？老头，你觉得呢？此话一出，老头不由得心头一紧。喝酒可以，仙人醉不行。我这还有别的酒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保证味道醇厚，酒香四溢，那叫一个……不是，你这老头怎么那么抠呢？不就是喝你2口酒吗？抠抠搜搜的。你知道老子这一缸仙人醉需要用掉多少材料吗？知道我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够酿造1缸吗？100万年，100万年才1缸啊！100万年，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久啊。老头，100万年是1缸酒的酿造时间，可我就不信你100万年就他妈酿造这1缸，同时酿造几缸也没啥问题吧？你手上绝对还有不少，我告诉你，我可聪明着呢。大黄的话虽然说的很有道理，只不过这仙人醉的酿造材料恐怕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。老头啊，要我说，你就把这材料需要什么说出来吧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可以让大黄他们帮你寻找，这样也可以弥补一下你的损失啊。你觉得呢？有道理啊。行了，不跟你们多聊了，我也该走了。随后伸手一挥，直接撕裂空间。我去，你随手一挥就可以撕裂空间？光点消失了，你还有凤族的气息吗？没了，我就收集了那么一缕气息，现在我们只能够自己寻找了。不过凤族出现在这个世界，应该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，
打听一下，或许就知道了。看样子，应该找一些比较有实力、有身份的人，或许能够打听出来一些情况的。也不知道这幽冥秘境之中，人族最强者究竟是谁？幽冥仙域，人妖鬼三族鼎立，不管是妖族还是鬼族有什么变动，人族不可能不知晓。人族最强者？你不是我们幽冥仙域的人？怎么，有问题吗？当然没有问题，只是好奇而已。看你的样子，恐怕不是下界飞升，是从同级别的世界过来的吗？你不会是来挑战我们幽冥仙域最强者的吧？只是有些事情问问，你知道人族最强者是谁？这谁不知道？幽冥仙域人族最强者，那是不败先帝君无忧。这君无忧从来没有败过吗？这是当然，人族之中无人是君无忧的对手，就算是面对妖族和鬼族的顶尖强者，君无忧也从未败过。要知道，在我们幽冥仙域，妖族和鬼族的实力都要比人族强。人族如今之所以还能够安然无恙，全要依仗君无忧和他的帝王殿。君无忧在人族可是名望最高、最受人尊敬的存在。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就不怕我心怀鬼胎，对君无忧不利？哼，君无忧是什么人物？不败先帝，你能把他怎么样？就算是我告诉你了，你也不是人家对手。况且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，我不说，其他人也会说。你倒是个明白人。那你知道帝王殿在什么地方吗？那就不是我能够知道的了。帝王殿的位置，我听说是在九重天。九重天，这是洞天福地的名字，还是虚空之中？看样子只能够先去这九重天的帝王殿了。希望能够从这君无忧的口中知道一些确切的消息吧。店主，如今妖族和鬼族似乎都有对人族再次大规模入侵的迹象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消息确凿吗？应该不会错。妖族和鬼族最近的动作很频繁，似乎在聚集强者，而且妖族似乎多了一群强者。多了一群强者？凤凰一族，妖族出现了强大的凤凰一族。凤凰一族之中，先帝巅峰级别的存在就有4、5位之多，这绝对让妖族的实力增长了不少。哪里跑来的凤凰一族？幽冥仙域之中曾经可不存在凤凰一族？不清楚，仿佛是突然之间出现的一样，而且出现的时间不久，似乎从凤凰一族出现之后，便开始和鬼族之间联系密切了起来。启禀店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妖族和鬼族同时对我人族领域发起了进攻，就在5天之前，消息刚刚传过来。什么？同时发起了进攻？而且已经过去了5天时间了。好，妖族和鬼族还真是没有将我帝王殿放在眼里。通知下去，帝王殿所有仙皇以上级别强者随我出战。另外，告诉其他人族强者，这一战关乎我们整个人族的安危，谁都别想着可以独善其身。若是人族败了，日后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平日里的小心思都给我收起来。是，店主。报，店主，妖族和鬼族同时送来了战书。啊？战书？店主，他们想要做什么？妖族和鬼族果然是联合了起来。先前的进攻只是一个信号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和我们帝王殿决一生死。胜者亡，败者寇，只有生死，没有胜负。若是我们帝王殿全军覆没，从此以后，幽冥仙域便会成为妖族和鬼族的天下。这一战只能赢不能输。店主，妖族和鬼族联合起来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？我建议将人族的一些先帝巅峰强者也都聚集起来，到时候说不定还有胜算。胜算？真的会有吗？好，也只能如此了。然而去通知这些家伙，将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们。虽然不少人总是想要取代我们帝王殿霸主的位置，但他们要清楚，帝王殿不复存在，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是，店主。怎么办呀？你们说这一次不败先帝还能够保持自己不败的神话吗？这可不好说，以往妖族和鬼族可从来没有联合起来，这一次他们恐怕是铁了心的想要覆灭我们人族啊，简直是可恶。鬼族也就罢了，妖族当年可是更亲近我们人族多一些，甚至还得到过我们人族的帮助，现在转过头居然想要对付我们人族。谁说不是啊？妖族真是狼子野心。听说君无忧已经带着帝王殿的强者前去应战了。不错，而且我听说3大圣地以及4大仙宗的顶级强者也前往了。不过似乎还有不少人打算观望一下局势，并没有任何的举动。什么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居然还有人观望？他们难道不知道输了的后果吗？唉，人心难测，或许他们有自己的小心思吧。
妈的，要不是我实力不济，老子都想过去和这群该死的妖族和魔族大战一场了。妖族和鬼族居然联手要灭掉人族，不知道这一次的大战位置在什么地方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小哥，你是想过去参战不成？好，有血性，有种，我敬佩你。男儿当如此，要不带我一个，我也去。我也去，多给人多份力。那我也去。妈的，就算死了，我也得拉个妖族鬼族当垫背的。你们的实力太差了，还是好好留在这里吧，告诉我位置就行。人多有些时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。哎，可恨我们实力不济，但我们是真想要出一份力啊。告诉我位置。好，听说这一次大战选择的地方乃是人妖鬼三族的交汇处，名为死域。等等看看还有多少人会来，如今直接过去胜算不大，顺便派人前去刺探一番，看看这一次妖族和鬼族出动了多少强者。是，店主。君无忧足足等待了3个月之久，只不过除了3大圣地和4大仙宗之外，其余来的人实力就有些不足了。店主，会不会是时间太短了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赶过来？或许吧，再等半年，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。这几个月消息打探的如何了？妖族和鬼族精锐尽出，光是仙帝巅峰强者就达到了数10位之多，而我们这边只有15个，他们的仙帝巅峰强者加起来是我们的3倍还要多。至于普通仙帝境界的强者，数量就更多了。按理说，虽然有差距，可也不至于差得这么多。只可惜，管不了其他人，先想办法度过眼前的难关吧。若是这一次能够抵挡得住妖族和鬼族的入侵，回过头来，我不会让这些人好过的。是，店主。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他们害怕，躲在外面不敢进来。这一战，必定要让那君无忧和其他人族强者彻底的从幽冥仙域消失。所有鬼族族人听令，随我一起迎战君无忧。所有妖族族人听令，随我一起迎战君无忧。此次妖鬼联盟共有2位盟主，一个便是鬼族的不死鬼帝鬼怀，另一个则是刚刚来到幽冥仙域不久的凤族之主凤鸣皇。说好了，这一次灭掉人族之后，人族的地盘我们鬼族占据2/3。放心，我对人族的地盘没有兴趣，我要的是所有人族的覆灭。真是想不到，你一个凤族之主，居然对人族有这么深的仇恨，你比我还狠。君无忧，许久不见，这一次，你还能够如以往那般全身而退了吗？你就是凤族之主，真是没想到，你才出现没多久，居然就已经成功的征服了整个妖族，并且还拉拢到了鬼族和你们联盟。我说无意，动手吧。按照之前的放狠话环节呢？丢了，这多影响气势啊！妖鬼2族的突然进攻让君无忧也是脸色一沉。杀！君无忧身先士卒，独自一人迎战对方10位仙帝巅峰强者。君无忧这小子怎么又变强了？10个仙帝巅峰都奈何不了他，既然10个不够，那就20个。君无忧此时面对20位仙帝巅峰强者的围攻，渐渐开始感觉有些吃力了。店主，我先走一步了。紧随其后便是一声惊天巨响，仙帝级别的强者选择了燃烧生命，以自爆的形式斩杀敌人。君无忧，今日便是你的忌日。放心，我们很快便会将所有人族送去陪你。想要灭了人族，恐怕你们未必有这样的实力。紧随其后，一道剑光将围攻君无忧的20名的仙帝巅峰强者全部逼退了。来者何人？杀你之人。小子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以为多了你们2个就能够改变什么吗？难道不能吗？陈长安不屑的一笑，随后身体似乎微微的晃动一下。好可怕的实力啊！此人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，我人族什么时候还有一位如此强者？这是什么样的手段？这是什么样的实力？人族怎么会有比君无忧还要强大的存在？凤鸣皇，真是没想到，来到这幽冥仙域之后，你居然还成为了这搅动风云之人。将法则碎片交出来。此话一出，凤鸣皇脸色一变，他完全没有想到对方居然是奔着自己而来，而且还知道法则碎片的事情。他是谁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对方明明是来找你的，你却说不知道是谁？坑我！难怪你会这么好心，将人族那么多的地盘让给我。原来你还有这么强大的敌人在。你给我说清楚，此人实力究竟如何？
别忘了，现在你跟我绑在一根绳上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能说他不是幽冥仙域的人。至于他的实力如何，你刚才不是看到了吗？一定比君无忧要强。凤鸣皇，看样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妈的，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还挡不住。这一剑的威力之强，里面所蕴含的威力让鬼怀脸色巨变。强，太强了！先帝巅峰强者竟然如此不堪一击！妈的，我认输还不行吗？从此以后1年之内，鬼族不再进犯人族。凤鸣皇，你也不希望凤凰一族毁在你的手里吧？东西在哪儿？想要东西可以，让我妖族之人离开此地，我便将东西交给你。凤鸣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鬼族怎么办？你是想要卸磨杀驴吗？你我之间只是合作关系，既然你想要获得好处，就要承担风险。你们鬼族怎么办？那是你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妈的，就知道你靠不住。君无忧，只要你们人族可以放过我们鬼族，我们鬼族愿意臣服人族，永生永世，绝不更改。听到鬼怀的话，君无忧也是心头一动。这位仁兄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意下如何？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你说呢？好，你就不怕我选择鱼死网破？不想要让我们鬼族活，你们也别想好。鬼怀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只见陈长安手指一点，所有鬼族强者都安静了下来。时间法则，他居然已经能够将时间法则运用得如此娴熟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散了吧。只见陈长安伸手轻轻一挥，鬼族众多强者，包括鬼怀在内，全部化为了一团灰烬，最终随风飘散。为什么明明只有仙尊5重境界，却能做到这般？先帝巅峰强者，在他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自己善后吧，毕竟这是你们幽冥仙域的事情。不过还是要奉劝一句，斩草不除根，祸乱终会生。解决掉了外地之后，内部你们可以慢慢处理。是，多谢公子教诲。我想知道，我手上的这2块法则碎片究竟是什么法则之力？还有，为什么不管我用尽了所有办法，都无法炼化融合？难道这东西当真只有你才可以炼化吗？这东西是我的，当然只有我才能够融合。那是因为我本身就已经拥有了这些法则之力，而你未曾领悟过如何与之融合。骗我！他居然骗我！居然告诉我，这法则碎片是和法则果实同样的存在，只要方法得当，就可以炼化融合。没想到我居然被骗了。陈长安眉头微皱，从凤鸣皇的口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，那就是有人在背后蛊惑了凤凰一族。这个人是谁？是撕碎空间，让凤凰一族能够来到幽冥仙域之人吗？是谁骗了你？又是谁送你们来的幽冥仙域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更不知道他是谁，甚至于连他的样貌我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什么都不知道就相信了对方的鬼话？凤鸣皇会是如此愚蠢之人吗？他送了我一枚法则果实，让我知道了原来法则之力这么容易就可以获得，而法则碎片蕴含的更是强大的法则。你告诉我，你会不会心动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放弃这样的机缘吗？不会。法则碎片如此强大，对方的实力更是要远超你们凤凰一族。你就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不融合法则碎片，反而是将这天大的机缘赠送给你们凤凰一族？因为贪心。你已经失去了最简单的判断，你可以带着凤凰一族在太古仙域之中安安稳稳的生活。可如今呢？我问你，对方为什么找上你们凤凰一族？他还有没有让你们做别的事情？难道是他们没有把握杀了我，所以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？没有，他并没有让我做其他的事情，甚至还帮助我们离开了太古仙域。等一下，那你们为何来到幽冥仙域之后，就蛊惑鬼族一起对我们人族发动进攻？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利用人族精血炼化法则碎片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屠杀人族，利用人族精血，然后尝试炼化法则碎片，这是什么特么的脑残举动？这人族精血和法则碎片有屁的关系？也是那个人教你的方法？不错，也是他。哼，能够想出这种办法迷惑凤鸣皇的家伙，绝对不是人族。陈天既然知道这么多事情，那凤凰一族的情况，他是不是事先就已经知晓了？
魅惑凤凰一族离开还可以解释，是为了增加我寻找法则碎片的难度。可让凤凰一族在幽冥仙域屠杀人族，为的又是什么？人族精血和法则碎片绝对没有任何关系。难道说是对方需要人族精血来修炼，提升自己的修为和实力？凤凰一族只是被当成了工具人。东西给我吧。所有的过错都是我造成的，其他凤凰一族的族人只是听从了我的命令，能不能放过他们？我的命你可以拿走，法则碎片我也可以还给你，我只求你放过凤凰一族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希望你说话算话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凤鸣皇选择了燃烧自己的生命，一代先帝巅峰级别的凤族之主就这么彻底的灰飞烟灭。凤凰一族应该有重生的天赋神通吧？这凤鸣皇当真死了吗？没有重生的机会了，凤鸣皇连灵魂都一并燃烧，根本就没有给自己留有余地。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我能够放过凤凰一族。那你真的会放过凤凰一族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。既然答应了凤鸣皇，我自然不会食言。我和凤凰一族之间本就没有什么恩怨，不过是他们拿走了我的东西，我要回来罢了。至于你们和妖族之间的恩怨，与我无关。无论如何，这一次我们幽冥仙域人族能够度过危机，还多亏了恩公的相助，还未请教恩公名讳。陈长安。多谢陈公子出手相助。陈公子可是着急离开，若是不急的话，不如让我们好好感谢一下，如何？好好感谢一下。不急，一点也不急。这一次事情解决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多了，你们是应该好好感谢一下。陈长安的原则就是有便宜不占，那就是一坨生的蛋呢。这是自然，陈公子也不必跟我们客气。若是没有你，我们幽冥仙域的人族这一次怕是真的万劫不复了。年轻，太年轻了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客气的。走，现在就走吧。好，陈公子，请。随着君无忧等人的回归，人族大获全胜的消息也快速的在幽冥仙域人族的生活区域蔓延。不败先帝就是不败先帝，真是没想到君无忧如今的实力已经这么恐怖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人族无忧了。我听说这一次的死鱼大战，我们人族之所以能够获胜，并非君无忧的功劳，而是一个叫陈长安的人。陈长安？这是谁啊？你开玩笑吧？还有人比君无忧更强？是真的。此时帝王殿正在设宴招待陈长安。另一边，君无忧也从一开始的热情似火，慢慢的变成苦闷了起来。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一句别客气，陈长安就真的毫不客气啊！而且怎么还要打包呢？合适吗？这他妈真的合适吗？陈公子这是打算离开了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好像很期待我的离开。没有，绝无此意。陈公子千万别误会，你可是我们幽冥仙域的大恩人，我怎么可能会如此绝情呢？绝对不可能。行了，知道你心疼，我给你出一个主意，我带走了多少东西，你就从别人身上拿回来多少，甚至你可以10倍100倍的要回来。人族这一次不是有很多人选择了隔岸观火吗？轮到他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。还有鬼族和妖族，他们可都有不少好东西，你也别耽搁了，先到先得。听到陈长安的话，君无忧也是心头一动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把这些事情给忘了呢？陈公子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多谢。多谢？你的感谢不真诚，还请陈公子赐教。你得来点实际的吧，比如说把你们剩下的资源，不如就都给我吧，反正你马上就要发财了，对不对？也不差这点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你开心，我也开心，也算是不枉费我来这一次。打包就打包，你他妈还一点不打算留啊？有你这么打包的吗？太狠了吧！好，都给你，都给，反正我还能够10倍100倍的赚回来。丰收，大丰收！陈长安这一次的幽冥仙域之行不仅仅顺利，而且收获也不小。为什么每一次都会有人对你说别客气这3个字？我看你不像是过来寻找法则碎片的，更像是来搜刮资源的。自从我认识你之后，这一路你是走到哪儿搜刮到哪儿。此人差矣，这都是人格魅力，他们被我的魅力所折服，不是我收割，你们看到吗？都是他们心甘情愿的，我可没有强迫他们。听到陈长安的话，陈青青的眼神之中竟然闪过了一丝鄙夷之色。我去，他居然鄙夷我！不用这么崇拜我，哥的魅力哥知道。我那是崇拜的眼神吗？他眼睛什么时候瞎的？你才是真正的无耻之王。我问你，你
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现在吧，反正留在这边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怎么回去？空间裂缝可不是简单的原路返回就可以的，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你都知道收集凤族的气息，难道我走的时候就不会收集一下大黄的气息吗？就是不知道回去的位置是不是还在小酒馆。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好。老头儿，怎么样？你就说快不快乐？是不是比你以前的生活快乐多了？我告诉你，跟着大黄爷混，保证让你快乐加倍。该说不说，确实有趣啊！之前我怎么就没有想到，美酒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才更有味道呢？哎呀，这么多年，我究竟失去了多少快乐呀！可惜，当真是太可惜了。就在老头感慨的时候，突然脸色一变，空间裂缝，大家小心！不会是大哥回来了吧？不可能，这才过去了多久？怎么会这么……快字还未出口呢，老头就看到陈长安和陈青青两个人从空间裂缝之中走了出来。很好，这很大方，只要有时间，绝对不会浪费。好，大哥，你回来了，顺利吗？我还是比较习惯你曾经的狗样子。我这英俊帅气的模样，难道还不够迷人吗？大哥，给点面子。为老不尊。啊，啥玩意儿啊？怎么就为老不尊了？那他妈不是你家大黄的功劳吗？该精准的时候不精准，不该精准的时候，你还真是够准的。你故意的吧？寻找凤凰一族，你差距那么远，现在倒好，回来直接就来到了大黄他们寻欢作乐的地方。巧合？这真的是巧合吗？可能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失误，但确实不是故意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来这种地方，对不对？他们什么德行，你会不知道？我不了解正常，你不了解正常吗？陈长安也是无可奈何，因为他确实猜测大黄在青楼，只不过呢，他也没有想到位置会精准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。难道是因为第一次施展灵隐术还不够熟练，所以才出现了太大的偏差？还是说因为大黄的气息我比较熟悉，而凤凰一族的气息已经有些残缺不全，勉强能够收集出来一些的原因呢？算了，想不通就想不通吧，怪累的。我走了才多久？你们是不是天天都住在青楼了？大哥，你都走了10多年了，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也不能一直修炼吧？享受享受怎么了？不应该吗？听到大黄的话，陈长安和陈青青都是一愣。我们走了10多年，我怎么感觉只有3年左右？啊？怎么时间还不一样呢？大哥，真的是10多年，不信你问老登，我真没骗你。老登？妈的，怎么又多了一个称呼呀？老登，问你话呢。确实10多年了，应该是你们在空间裂缝之中模糊了时间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模糊了时间？我在空间裂缝之中并没有察觉到时间的存在，似乎空间裂缝不存在时间一样。难道是我察觉错了？确实不存在时间，我也并没有感觉到时间的存在，看起来应该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。你们两个实力不错，可还是有所欠缺啊。你们知道空间，也知道时间，那有没有想过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着很深的联系的？空间内无时间，不代表空间外也没有时间呢。你们在空间裂缝之中感受不到时间，是因为那里没有。可你们在空间裂缝之中寻找到另一个世界的时候，外界的时间是在流转的。你们怎么把这么简单的问题给忽略了呢？对，怎么就把这么简单的问题给忽略了呢？原来如此，那咱们先回去吧，我不太喜欢这里的环境。大哥，魔族大部队呢一直都没有出现。至于那些渗透的魔族，你还真别说，自从猎魔队被废除以后，效率还真的高了不少。不少渗透进来的魔族都被查了出来。总体上来说，还算得上是比较平稳的。不过，我估计你更关心的应该是陈云轩他们的消息吧？这几个兔崽子全都登上天骄总榜了。他们如今的名次如何？跻身前30了。现在陈云轩他们的名气可不比大哥你小，毕竟他们的年龄才100多岁，这对于太古仙域这些人打击可是不小。哦，对了，青兰那丫头也在榜上。不错。还有别的消息吗？其他的倒是没有了。大哥，你这次收获如何呀？你不是想要看我如何修炼法则碎片吗？今天满足你。3块，这么多？陈长安微微一笑，随后直接选择炼化法则碎片。当3块法则碎片全部融合之后，陈长安发现自己的身体之中似乎形成了一股磅礴的能量。完了完了，都说贪多嚼不烂，大哥也太心急了。3块法则碎片一起融合，不会是要撑爆了吧？啊，那怎么办？我岂不是没有义父了？不，义父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，我舍不得你。不是吧？那以后咱们3个
不得流浪去了？都这种时候了，还要歇斯扯淡？哎，真是没想到，再见之日便是永别之时，可惜呀！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这怎么能是添乱了？这是关心。对，我们都在关心大哥。是啊，万一义父真的有事怎么办？你们放心，他……陈青青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突然风云变色。爹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不会真的是魔族吧？应该不是，魔族当年也不是没有入侵过太古仙域，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。就连咱们这小云天，如今都是漆黑一片，着实诡异。爹，您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吗？哎，要是姐夫在就好了，没准姐夫知道。才他妈见过几次，至于这么崇拜吗？还你姐夫在就好了，他没准知道，他知道个屁呀！他才来太古仙域多久？姐夫的，天天就知道你姐夫。你看看你现在的修为，在这方面你就不能向你姐夫学习学习啊？再这么下去，你姐夫的那些弟子，甚至是侍女，都他妈快要超过你了，都是跟着你姐夫混，你他妈怎么就这么废？爹，你要是这么说，叶伟轩他们也都是废物，是我废物吗？明明是这些人太变态了，好不好？那谁知道姐夫的徒弟都这么变态呀？况且我最近这些年修为突飞猛进，怎么就废物了呢？行了，懒得跟你废话，你最好再努力，否则的话，你姐夫更不会带你玩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我得让人去调查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情况。不仅仅是穆家如此，其他8家同样都在议论纷纷。而此时的陈长安漂浮于虚空之中，整个太古仙域的仙灵之气都在向着他的身体之中汇聚。不是吧，大哥体内的能量都已经快要撑不住了，这仙灵之气来凑什么热闹啊？这回你觉得还有没有危险了？太古仙域出世以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陈长安乃是第一人。别问我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怎么办？咱们就这么看着？不然呢？你也可以选择躺着看。啊？躺着看？我操，你们不至于这么快吧？哎，来啊，一起啊！刚刚还担心的不得了，现在开始悠哉悠哉的躺着吃水果了。你们是有病吗？精神都不太正常了。你们刚才不还在担心吗？可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？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，不如好好的享受生活。这是我大哥教我的道理。好豁达的道理啊！你……我觉得大黄说的有道理。行吧，那我也一起。一转眼便是1个月的时间，仅仅1个月，陈长安的修为居然直接飙升到了半步仙帝境界，只差一步，陈长安就将正式的突破到仙帝。变态，还得是我大哥，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哪有他妈这么提升修为的？上一次是3年就已经足够离谱了，这一次他妈才1个月，仙尊5重，直接飙升到半步仙帝，你他妈让别人怎么活呀？哪有这么修炼的？虽说人族才是最适合修炼的存在，可他妈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吧？这陈长安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他真的是人吗？义父，这是想要一举冲击仙帝境界吗？会吗？陈长安突破仙帝，竟然需要调动整个太古仙域的仙灵之气。仙帝之后呢？他还怎么提升？1个月虽说并没有完全将太古仙域的仙灵之气抽空，但以陈长安吞噬仙灵之气的速度，怕是起码吞了30%的仙灵之气。以太古仙域的能量和资源，能够让他突破到仙帝巅峰吗？我大哥在太古仙域没有办法突破到仙帝巅峰，那他这辈子不是困在这儿了？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恐怕会困在这里很久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大哥这一次的修炼对太古仙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？有啥影响？陈长安一个人便截断了整个太古仙域的气运，而他如此肆无忌惮地吞噬仙灵之气，会让太古仙域元气大伤，没有数百万年根本就没有办法恢复，甚至可能时间会更长。也就是说，数百万年之内，太古仙域将会沦为平庸，一位天命之子都不会出现。要知道，任何世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天命之子诞生，而且……怎么了？我怀疑冥冥之中，天命之子似乎都提前出世了。陈云轩那些人应该都是天命之子，独断万古的存在，可如今全都出现了，而且还都聚集到了一起，似乎是知道陈长安的存在会对太古仙域造成什么影响，所以才让这些人提前出现，而且还出现在陈长安的身边。陈云轩，他们都是天命之子，独断万古的存在，就那几个货。不过陈云轩他们的发展确实有些出人意料，似乎真的很不简单。哎，那我呢？我是不是也算？我跟我大哥这关系，我也算是吧？你算天命之狗啊？
完了完了，这女人怎么还学坏了呢？这符合你的人设吗？你让人夺舍了吧你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是跟你大哥学的。哼，我就知道，跟着大哥跟久了，木头都可以变得很优秀。我去，这么猛！陈长安身边怎么都是怪物呀？嘿嘿嘿，这是干啥呀？开个玩笑，闹着玩怎么还抠眼珠子呢？啊！别闹了，我感觉到有不少强者出现，去看看什么情况，别让心存不轨之人打扰到了陈长安修炼。此时5名先帝巅峰强者已经出现在陈长安的附近。真是无法无天！他难道不知道这么做会对太古仙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？阻止他，不能让他继续下去了。他这是要断了太古仙域的根基，直接影响太古仙域数百万年。不错，绝对不能够让他继续下去了。就在几个人想要动手之际，陈青青等人出现在对方的面前。你们和那小子是一起的？你不知道他是谁？他是谁？陈长安，没听说过。原来是他，真不愧是太古仙域第一妖孽，才这么短的时间，就已经突破到半步仙帝境界。可他如今的行为是在断绝太古仙域的根基，这对太古仙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人不管。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？跑到这里装大尾巴狼，怎么着？还不让别人修炼了是吗？只要是有损太古仙域的事情，我们就要阻止。好，好，好，魔族的事儿，我他妈怎么没有看见你们阻止呢？怎么着？魔族就不是有损太古仙域的事情了？真他妈搞笑！现在牵着你们了。要是没有我大哥，9大仙族叶家都他妈被魔族给灭了，那时候我怎么没有看见你们去帮忙呢？我们保护的只是太古仙域，魔族也好，9大仙族也好，只要不是对太古仙域造成不好的影响，我们不会过问。但陈长安的行为比魔族更可恶。立场不同，选择不同，对于他们而言，太古仙域是谁掌控并不重要，人族也好，妖族也罢，就算是魔族，他们也不会在意。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太古仙域不受任何的影响。这些人难道不是人族吗？真的会毫不在乎人族的死活吗？突然，大黄脸色一变，一股记忆出现在脑海之中。真想不到，他们居然还在太古仙域。你们是封神殿的人？真是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居然还有人知道封神殿。看起来你们2个也不简单。封神殿是什么呀？太古仙域初始，人族的第一批强者组建的组织。封神殿存在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人族，后来发展的久了，便成为了正义的代表，从维护人族变成了维护太古仙域。只不过不管任何势力，时间久了，初衷都会发生改变，封神殿也不例外。以正义之名为所欲为，最终引起了众怒，从正义的代表变成了太古仙域最邪恶的代表。大概在几亿年前，封神殿最终被人族和妖族联手灭掉了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居然还有人自称封神殿中人，难不成封神殿已死灰复燃了？